天气越来越热了，蚊虫也多起来了。在户外待着，或者是在菜园里边干活，难免会被蚊虫叮咬。我这边种了一片薄荷，今天我全都把它给摘下来，做一点薄荷油、薄荷膏，这样我们就有纯天然的东西可以防蚊虫叮咬了。我把上边15厘米的嫩尖嫩茎给它摘下来。薄荷非常好种，用种子、用根或者是插枝都可以成活。而且薄荷种一次就永久在这儿了，每年入冬前枯萎，然后春天又重新长出来。种薄荷特别要注意，一定要种在花盆里边，或者是像我这样种在上升的种植池里边，因为它的根系繁殖能力特别强，所以如果要是种在外边的大地上，很可能就失控了，长得到处都是。像我这种种在升高的菜床里边，就把它的空间控制在这一个小池子里边了。也正因为是生长和繁殖能力特别强，所以薄荷应该算是最好种的蔬菜之一了。我基本上就是在春天的时候给它稍微施点肥，然后培上一点土，它就可以特别茂盛的生长了。我们每次像这种全部给它采摘掉之后，可以过2天再给它施一些有机的鸡粪肥，这样的话很快就可以再生长出一批新的。其他的关于种植方面的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。天气暖和了，薄荷长得特别的快，尽早的把嫩尖嫩叶给它摘下来，以免老掉。来看看，摘了一整筐。接上一盘清水，把薄荷给清洗干净。洗净之后给捞出来，放到阴凉通风的地方，给它彻底的晾干水分。完全晾干水分之后，把嫩尖和叶子给摘下来，然后杆子就不要了。叶子摘下来之后，给它切碎。我就用刀花上一点时间，给它纯手工的切碎了。切好一批之后，剩下的这一些水分也基本上都晾干了。这就是切好的所有的薄荷了。刚刚称了一下重量，有1.3磅多。接下来加上橄榄油。这一杯是500毫升的橄榄油，我最后给它加了5杯的橄榄油，接着给它搅拌均匀。罩上保鲜膜，放到冰箱里边冷藏，浸泡上1整天。薄荷在橄榄油里边浸泡了整整1天。现在我把锅中加上水，放到笼屉上，隔水蒸2个小时。保鲜膜上面扎一些洞，盖上锅盖，耐心等待。蒸了2个多小时了，现在关火，打开锅盖，揭开保鲜膜，让它自然冷却。来看一下，这就是蒸好后的样子。薄荷油晾凉之后，拿上一块细网的纱布过滤。我的薄荷比较多，所以我用的是比较大的纱布网袋，稍微挤一挤，把油都给挤出来。越到后边越要用力，使劲把油给挤出来，最后可以再拧一拧，还能拧出不少油来。行了，最后一滴油几乎都被榨干了。看看，这就是滤出的薄荷油了，满满的一锅。这边是剩下的残渣，我们就不要了。接着我们拿来这样的大量杯，放上这种很细的纱网，把刚才的油再给它过滤一遍。这样的话，那些比较碎的渣子，还有刚才不小心掉进去的叶子，就可以过滤出来了。这样的油会更加的纯净一些。看看油亮油亮的，锅里边底部还剩下一些，这些明显就是水了，我们就不要了。剩下的油我们还要在常温下静置上几个小时，这样的话能让油水彻底的分离。来仔细看一下，才几分钟，底部就已经出现一层水了。油水分离之后，需要称出油的净重。油的净重一共有3.9磅多一点儿。看看现在的油已经非常的清澈了。
杯子里边还剩下一点油，然后下层就是水了。这些油我就不往出倒了，以免把水倒出来。这些油可以留着，到时候做蜡烛。因为做的量比较多，我找来2个瓶子，先盛出来一部分，直接当薄荷油来用。看看这个油还是有淡淡的薄荷的绿色。装好之后，可以再滴上几滴维生素 E， 可以滋养和保护皮肤，对皮肤更有好处。这样一盒薄荷油就做好了，抹在手上和胳膊上，可以保护皮肤，防蚊防虫。咱们在阳光下看看这个油的颜色，淡淡的绿色，还是挺漂亮的。接着把剩下的2磅油放在水里边加热，开始做薄荷膏。给油加热的同时，准备好油量1/3的蜂蜡，我用的是这种100%纯度的有机的白蜂蜡。油温到了60-70摄氏度的时候，把火调小。这个是称好重量的白蜂蜡，大概是有0.7磅。现在把它倒到油里边融化，轻轻的搅拌，可以看到蜂蜡开始慢慢的融化了。继续的搅拌一会儿，这个是已经快要完全溶解的状态了。等到彻底融化了，我们就可以把火给关了。然后还是加上点维生素 E， 搅拌均匀后，抓紧时间装到盒子里。这个是准备好的2盎司的小盒子。我们得抓紧一点时间，不然一会儿该凝固成膏状了。最后就是等着它们慢慢的凝固成膏状了。最后是咱们之前做油水分离的时候剩下的那部分，也不要浪费，把油的部分倒出来做一些蜡烛。这些是用来做蜡烛的蜡块，这2个是准备用来盛蜡烛的烛台，先在锅中隔水加热，然后把蜡块掰开放进去融化。随着温度升高，蜡块已经开始慢慢融化了，我们再多加进去一些。蜡块开始慢慢的融化了，趁这个机会先把蜡芯儿给做出来，用2个棉绳缠在筷子上，然后蘸到蜡油里边，稍微浸泡一会儿之后，把它拿出来晾干。彻底融化之后，把薄荷油还有刚才剩下的一点薄荷膏的残渣也给加热一下。关火，然后把薄荷油倒入融化的蜡烛里边。加入的薄荷油的量大概就是蜡烛的1/10左右。这个时候看一下，刚才做的2根蜡芯儿已经比较硬了，我们把它给移到筷子的中间位置，然后稍微卷几圈，让它适合烛台的高度。然后趁着蜡烛还没有凝固，把蜡芯儿给它放进去。另外一根也用同样的方式处理。最后给它摆放的平整一点，等着凝固就好了。这是做好的薄荷膏，定型之后就可以把盖子盖上保存了。不管是在家里边用，还是旅行的时候携带，都是非常的方便。咱们来试一下，膏状的软硬度刚刚好。这样干活的时候就可以防蚊虫叮咬了。这个是薄荷油，如果是往胳膊上大面积涂抹的时候，用薄荷油会更方便。这2个蜡烛已经基本上定型了，用剪刀把蜡芯剪下来就可以了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，感谢观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